绳买名产，很难忽略石原之盐4个大字，这是地方特产，也是商标。每月销量20吨，但在地零售只占5%，其他95%供货给日本知名大厂、通路业者联名做饼干。这冲绳知名度甚高的品牌，创办人是他，来自台湾的移民东乡青龙。自然的海盐有很多微量元素、矿物质嘛，对身体非常的好。我们这边海边的树啊，都在吸收这个海水蒸出来的海风啊，所以说叶子都很壮，生长又快。海滩漫步，满口海盐精。石原岛因为外海有黑潮流经，海水透明度高。加上海底珊瑚礁行光合作用，释放矿物质，自古就是晒盐宝地。但过去盐属政府专卖，直到30年前政策开放，东乡青龙才终于等到白金商机。这是做盐的地方，这水管。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管子？我们用自动化的，在工厂离海边只有10公尺而已，这直接抽进来。制盐核心蒸汽室，密密麻麻水管流入一锅锅，负责生成盐结晶的锅炉。传统制盐多用火煮蒸发海水，但东乡青龙的 Pebble 改用蒸的，因为这样才不会破坏结晶体，凝固出来的盐口感相对滑顺。海水我们从海水抽出来的时候是有过滤。那个过滤很多的沉淀啊，什么已经做得很干净了，但是在运搬中，这有时候会碰到什么东西进去也不行，因为空气很多嘛，所以你看到这检验的是根本看不出来东西，用眼睛来试验，那机器检验不准。人工一一剔除杂质，确保高品质。品管细致周密，让挑剔的食品大厂纷纷找上门合作。空港。东乡青龙原姓陈，家住彰化，12岁随父亲移民石原岛，长期在此求学生活，让他做事就像个严谨日本人。但华人生活智慧也深深影响他，为产品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まだ乾燥きれいに。まだほら。それはもうし。これね石灰が多いのか。どうかな。色が違う。大颗粒结晶盐晶莹剔透，1公斤要价约4500台币，是一般海盐的5倍。要做出这一颗颗东乡口中拥有5种味道的御盐，得用酿酒用的陶瓮。把微量元素放在里面，让那盐慢慢结晶，1年以后再一点点结晶出来。那为什么要用瓮去放呢？不是用塑胶桶，不是用铁？因为它还要活的东西，对不对？会吸收空气中的酿酒一样那个酿。你看我以前古代的酿酒、酿酱油都是用这个。血液中同时流淌2种文化，但东乡青龙与大多数石原岛移民不同，是2战后才移居日本。当时冲绳被盟军接管，百废待举，急需技术人员协助重建。东乡父亲因农业专长，被指派到石原岛种橘子、芒果。父亲是被那农业指导技术的名义进来聘请过来的，因为那个时代这边农业真正要开始嘛。你现在这个石原岛、冲绳看得到的水果这一类啊，全部是台湾种。但即使已融入在地多年，东乡与其他台裔移民心中依旧有份源自故乡的盼望。现在在建筑中的妈祖庙的，建了一半而已，还没完成。里面要放那个妈祖跟土地公跟观音。占地约40坪的妈祖庙面朝大海，一旁紧邻清朝时从中国渡海的苦力纪念碑。虽然还在建设中，但一砖一瓦建设经费都是当地华侨四处奔走募资，要让这座庙跟台湾的妈祖庙如出一辙。已经要在装潢，要
现在雕刻这些比较困难，比较难，也要等着雕刻了、石雕了。主神是从那个南方澳请过来的，已经婚礼好了。由于石原岛跟宜兰苏澳是姐妹市，主神妈祖从南方澳南天宫请来，另外观音菩萨及土地公则分别请自台中清水紫云岩以及屏东车城的福安宫。因为这头一摆迄个起庙啦，讲石原岛讲头一摆起的对无？较无人知，较袂晓，拢爱来恁人指导，阮哪会知？没你讲。身为建庙主委，东乡青龙风尘仆仆，多次跨海赴台请神，其中也背负了台湾先民的期待。以前台湾有个台湾村嘛，都是拜土地公的，那个土地公都是给人家租那个神社在拜的，所以说我们的长辈他们都希望要有一个庙来拜传承。这里是公园，本来是不能盖，但是因为观光地的传承，对不对？台湾跟日本不是我们苏澳有姐妹都市嘛，近3个月，所以大家他们在驻留。1年租金约1200台币，可说超级友情价。在这座东引小岛，华人信仰将落地生根，护佑移民社群，国泰民安。